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它的名字呢也叫做贝丽娜，但是它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种贝丽娜的原生种呢，它是一种火型或野型的贝丽娜，所以它的花瓣比较细长，而且感觉比较有动感一点。这个兰花的种植方式是水苔无冻的种植方式，所以这个影片的最后，我们也可以针对这种方式来做一些问题的回答。这个兰花呢，在2019年的5月中后期开始冒新的花梗。这个兰花原生种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有续花性，所以你看到它现在比较长的花梗是去年开花的花梗，不过呢，今年它的开花是从新的花梗直接开花，而去年的花梗呢，其实它没有什么长，这个也不算奇怪，因为有时候兰花呢，它其实新出来的花梗呢，反而会长得比较大，然后开比较多的花。我今年有另外一颗接近原生种的兰花，也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它在旧的花梗只开一朵花，新的花梗呢更长更粗，一次来了2朵花。那如果你是刚接触兰花不久的朋友呢，有去花性的兰花，你要注意到它的花梗呢，如果是绿色的就都不要剪，不要因为它开完花就把它剪掉，因为呢，它有可能在同一年的这个开花期里面呢，继续的延长，然后长花苞来开更多的花，或者是呢，它会保留这个花梗一直是绿色，然后到明年的花期呢，再继续延长，继续开花。所以注意哦，我个人的操作原则是，兰花只要花梗没有变枯黄，没有干掉，我就不剪它。另外呢，贝丽娜这一种原生种的兰花，它的开花时间呢，一般都是在每一年的春天结束夏天的时候春末夏初，甚至一整个夏天，比较成熟的植株呢，都有可能在这个夏季呢，一直持续的开花。那这颗兰花呢，从5月中旬长花梗呢，一直到真正它花朵开始打开是7月初了，2019年的7月初，所以其实前后呢，大概也是1个半月的时间，这么久。那在开花之前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有一些兰友会遭遇到几个不算太少见的问题，那就是呢，花苞有可能会消苞掉蕾，这个我在之前的一些相关影片里面有提到过了，但是呢，这边可以再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要注意的就是保持你环境上面的环境因素可变因素上的一个延续，就不要让它太有巨变。什么意思呢？温度不要变化太大，湿度不要变化太大，不要挪来挪去的。再来第4个呢，就是保持兰花自己本身的健康，比如说不要烂根，或是不要有病虫害的侵袭。这颗兰花开花之后呢，每一天它都有香味。那香味一般来说，对于贝丽娜来说，它是一种非常甜美的香味，而且呢，它的香味基本上持续大概都有好几个小时。早上开始有香味之后呢，一般都是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它的香味才开始变淡。那晚上你闻几乎是没有味道。那隔天早上可能因为阳光或是通风上面的这个具备，它就又会再有味道出来。这个兰花刚刚有先跟大家说了，它是种在无冻的水苔种植方式里面。那当初我会把它选择这种方式种植的原因，是因为呢，它之前小苗买回来的时候呢，根系还算 OK， 但是因为它不适应我给它的种植方式，所以它的根系呢越来越差。那我当时喜欢
尝试不同的种植方式。那到了这一种无洞水苔种植方式，这棵兰花呢就马上就适应之后就开始长根长叶。这个杯子是已经我又换过盆了，之前是用更小的杯子，这个是16盎司，之前用的是小它一半的，就是只有8盎司的杯子。那个时期呢，它的根系长很多，长到杯内，然后又由杯内长出来，所以它的比较后段的根系基本上都是气根哦。那但是我还是把它在换大的杯子的时候，把所有的根系都种进去杯子里面，因为我其实是希望这颗兰花呢能够有多一点根系的部分是在介质里面，而进而能够多吸收水分，多吸收养分，让这颗兰花能够长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这个最新的叶子其实是它所有叶子里面最饱满最大片的。那这个呢就是兰花给我们的一个它健康开心的讯号。当兰花叶子越长越小，或者是它基本上叶子扭曲啊或怎么样，都是有一些问题存在。那它的叶子一旦越长越大，就是它开心的一个非常好的讯号那在这边顺便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兰花的叶子一定会越长越大吗？不一定，因为最成熟的兰花它长到一个程度，它的叶子就会都一样大，因为它已经长到它最能够长的那个大小之后，它的每一片叶子就会差不多一样大小。但是如果是兰花它本身还年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会在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叶子就会越长越大片。当然到了它成熟够了，它的叶子呢就也不会再变更大片了。那在这边的加码片段中呢，其实就是一个我2颗贝丽娜在今年2019年它们开花放在一起的一个照片，稍微拿几张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在右边的那边呢，这张照片它是右边的这一颗，它是原生种，一样是贝丽娜，但是它的形呢就比较花型比较饱满是大家比较常见比较常知道的贝丽娜。左边的呢就是今天的主角，它是火型或野型都有人这样称它的贝丽娜。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们其实花的周围的这个黄色跟它的渐层其实很类似，只是花的形状不一样。然后呢，它花中心的这个红色，或者是应该说粉红色或桃红色呢，其实也差不多。而且它们的香味其实也相当的接近，基本上一样我个人是没有办法闻得出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毕竟它们是同一种原生种。那左边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它的养护上面呢，因为它是种在无洞水苔的种植方式，除了每一个月我一次会用清水把水位加到80%-90%让它泡之外呢，我每一次给它水都是只给它大概1/8杯，有时候天气比较干，我会斟酌给到1/4杯。那这个水呢1/8杯或1/4杯的这个水，它是已经调好有肥料的水，那我把它倒进去之后呢，基本上就因为我知道那样的水量呢，它会刚刚好吸收完，然后就可以持续1个星期这样1个星期在我的环境里面是基本上是一个干湿循环的周期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让它就是倒下去1/4杯，那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这边的片段你可以看到这颗今天的主角，它在开花的后期它去年的那个短的花梗，去年开花的花梗是有变黄，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老花梗剪掉的时候了它变黄开始干掉，你就可以把它剪掉。那如果还是绿色的话呢它都有可能因为有续花性这样的特性而继续给你开花。贝丽娜是一款蛮特别但是又好养的原生种蝴蝶兰，而且呢在西方都有这句话基本上说你养兰其实基本上都应该要有一颗贝丽娜，这是它很受欢迎的程度，而且它其实价格也不贵的。我记得这边呢基本上大概在$30左右，那在台湾呢应该会落在大概300到500块钱之间，你应该就可以买到一颗不错品质的小苗来培养来种植。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